人群外忽如其来的一嗓子，让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回头看去。无论是约瑟夫还是古斯塔沃，都没想到这时候竟然还有人横插一杠。正纳闷着，叶晨便已经分开外围众人，迈步走到了古斯塔沃和约瑟夫的面前。那些被推开的小弟也没想明白，自己怎么就被这个瘦高个子的小子推到了两边。没等反应过来，人就已经从自己身边走过去了。约瑟夫见叶晨是个陌生的东方面孔，顿时恼怒地指着叶晨质问道：“你他妈什么人？找死是吧？”说着，他不愿在叶晨身上浪费时间，立刻对身边2名手下呵斥道：“把这小子给我拉出去往死里打！”2人一听这话，立刻摩拳擦掌朝着叶晨逼近。在他们看来，叶晨身材瘦高，一看就是从不锻炼的那种人，而他们俩一个个都是拳都比碗口还大的肌肉男，教训叶晨简直易如反掌。2人迅速来到叶晨面前，一人伸出一只手，便准备将叶晨抓住拖出去。可没想到，叶晨忽然发难，猛然出手，竟将2人伸出去的手臂死死抓住。2人表情均是一震，谁也没看到叶晨是怎么出的手，但自己的手确实就被叶晨抓住了。就在2人诧异不已的时候，叶晨双手猛然向内一拧，将2人的手臂瞬间拧得变形，一阵噼里啪啦如同鞭炮般的声音传来。2人也因为手臂巨大的扭力，直接在原地翻腾半周，脑袋直接撞在了一起，瞬间都头破血流。此时最惨的还是他们的手臂，都已经不知断成了多少节。随着2人坐在地上哀嚎不已，一众人已经完全被叶晨吓到，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叶晨如何轻而易举便将2个体重超过200斤的肌肉男拧得凌空翻转。这种力量，就算是全美最强大力士也不可能做得到。约瑟夫也是看傻了眼，他没想到自己身边最得力的2个手下，竟然转瞬间就成了废人。他是混了很多年帮派的，见过各种各样的伤，自己这2个小弟被拧断的手臂已经翻转了不止1圈，这种惨烈程度，就算是全力治疗、全力康复，将来恐怕都拿不起一部手机，基本上就等于没了一条胳膊。这种实力简直强到匪夷所思。有些紧张的约瑟夫下意识地问叶晨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再能打，也未必打得过我们30-50人吧？”叶晨笑了笑，一本正经地看着约瑟夫，认真道：“你小子真是贱，人多忘事，我是你叶叔叔啊，你忘了？”约瑟夫没想到叶晨竟然开口就骂自己是贱人，看着没自己年纪大，竟然还说是自己的叔叔，顿时怒不可遏地对身边几名小弟吼道：“一起上，把他干掉！”几名小弟心里虽然紧张，但毕竟有武器在手，再加上人多势众，认为自己胜算并不小，于是表情一寒，转身就要朝叶晨发起攻击。叶晨这时候做了个阻拦的手势，一脸认真地对约瑟夫说道：“你小子忘了吗？我和你爸是忘年阿交，平时一直叫他大哥。既然我跟你爸是兄弟，那你不就得叫我叔吗？”说话间，叶晨一道灵气已经悄悄打入约瑟夫的大脑。约瑟夫整个人瞬间一怔，随即看向叶晨，一脸激动地说道：“曹，叶叔叔，真是您啊，叶叔叔！”这2声叶叔叔把现场所有人都喊得目瞪口呆，都以为叶晨是不长眼来找死的，还大言不惭地说是约瑟夫的叔叔，这不就是活腻了吗？可谁也没想到约瑟夫竟然承认了。这时候约瑟夫激动不已地主动上前，双手握住叶晨的右手，兴奋地说道：“叶叔叔，您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周围一众人已经惊掉下巴，古斯塔沃也看傻了，
而叶晨却是一脸云淡风轻地说道：“这监狱又不是你家开的，你能来，我就不能来吗？许你犯错误，还不许你叶叔叔犯错误了。”约瑟夫此时无比恭敬地说道：“对对对，叶叔叔您说的对。”叶晨白了他一眼，随后指着古斯塔沃开口道：“今天你给叔叔个面子，这个人就先别动他了。”约瑟夫没有半点犹豫，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行，既然叶叔叔您都说话了，那我肯定不能再动他。”说罢，他看向古斯塔沃，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古斯塔沃，你他妈今天是走大运了！要不是我叶叔叔出来帮你说话，我肯定让我的兄弟们把你扎成马蜂窝。”古斯塔沃也没搞明白这到底什么情况，但听到约瑟夫的话，他心里又止不住涌上一股劫后余生的庆幸，联想到自己差点被儿子暗中做掉，眼泪便控制不住地夺眶而出。叶晨这时候来到古斯塔沃面前，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，冷声道：“你哭他妈什么哭？有点出息行不行？”古斯塔沃没想到叶晨竟然抬手就打自己，心里第一反应是怒不可遏，可一想到是眼前这人帮自己拦住了约瑟夫，于是便只能忍气吞声，故作感激地说道：“先生，谢谢你救了我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”“报答我？”叶晨不屑地说道，“你看看你现在这个鸟样子，你拿什么报答我？虽然我大侄子暂时饶你一条狗命，但你觉得你现在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吗？你们整个家族现在都由你儿子代为管理，可你儿子又想要你的命，你想过没有？今天我大侄子不杀你，明天你儿子会不会再找别人来杀你？”古斯塔沃一下子无言以对，他也是这一刻才终于想明白一件事情，既然自己的儿子有意干掉自己，全面执掌整个犯罪集团，那自己之前在布鲁克林监狱里的一切，不过都只是虚假繁荣罢了。到那的时候，自己在这监狱里恐怕就更没有靠山了。而且人都说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儿子今天既然已经让约瑟夫对自己动手了，那只要自己还没死，他就一定不会放弃这个念头，也一定会继续想办法暗杀自己。更憋屈的是，自己还不能去找罗斯柴尔德家族求助。罗斯柴尔德家族给自己提供特权，也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儿子放弃，认为自己还有利用价值。如果他们知道实际情况的话，那自己对他们来说也将失去一切价值。所以如果自己找不到一个强大的后盾，那自己用不了多久就一定会死在这所监狱里。眼下的叶晨就是自己的救命稻草，于是他连忙哀求叶晨先生，求您给我指一条明路，只要我能度过眼前的劫难，我愿拿出1亿美金作为酬谢。叶晨不屑地说道：“得了吧，你眼下能把命保住都全是拜我所赐，下一顿饭别说喝红酒吃牛排，你他妈能不能活到那时候还是个未知数。都这样了，你心里还幻想着重新夺回你们桑切斯家族吗？你别忘了，你被美国人判了终身监禁，这辈子都出不去了。”古斯塔沃无助地问：“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”叶晨淡淡道：“跟着我，以后我罩着你，你去跟狱警说一声，从今天起搬到我的牢房跟我一起住，我来保护你的安全。”古斯塔沃不知道叶晨为什么明知道自己翻身无望，却还愿意帮自己。想来想去，他心里不禁暗忖，莫非这个人是个基佬？一定是这样，不然他为什么帮我？为什么愿意罩着我，还让我搬去他的牢房跟他一起住？可是他看上我什么了？毕竟我都一把年纪了。这时叶晨见古斯塔沃半晌不说话，便冷声道：“我警告你，我可不是白帮你的，
我帮了你，你就一切都要听我指挥。我让你做什么，你就要做什么，否则我就直接告诉我大侄子你的死活，我不管了，听懂了吗？古斯塔沃吓得一颤，连忙说道：我懂了，我懂了。说着，他强压心底的屈辱，走到叶晨面前，低着头哽咽道：以后您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，只求您能罩着我，别让我被其他人杀死。叶晨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却故意冷着脸道：我要不要罩着你，就看你听不听话了。古斯塔沃连忙道：我听话，我一定听话。说着，他主动将手伸向叶晨的裤兜。叶晨还以为这家伙是有什么好东西想拿来贿赂自己，没想到他竟然把自己的裤兜翻了出去，然后唯唯诺诺地将翻出的裤兜攥在手里，可怜巴巴地看着叶晨，表情屈辱不堪，却又曲意迎合。叶晨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家伙的意图，这他妈不是美剧《越狱》里面的梗吗？合着这老家伙还以为自己对他有企图。感觉一阵恶心的叶晨直接抬手一耳光将他抽出几米远，骂骂咧咧地说道：你他妈有病吧，你看老子像是搞基的吗？再他妈恶心我，我直接让大侄子整死你得了。古斯塔沃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打脸，老脸瞬间就肿得老高。虽然他第一念头是生气，气到恨不得凭空变出一把 AK-47，然后把一梭子的子弹全都打到叶晨身上，可是他下一秒却忽然有了一种如释重负、劫后余生的庆幸。看来约瑟夫这个忽然冒出来的叔叔并不是要对自己图谋不轨，自己终于不用忍辱负重了。很快，那种庆幸便将之前的生气完全压制，他脸上也第一次露出了笑容，只是这笑容显得十分谄媚。一脸谄媚的他看着叶晨，嘿着笑说道：对不起叶先生，是我理解错了，您别生气，您千万别生气，您放心，从今天起，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